大家好，我是元荣医院家医科李清源医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慢性疲劳症候群。我们首先分享一个案例，有一个45岁的女性，那疲累超过半年，那经过她长时间的睡眠8到12小时的休息也没有改善，并且容易有头晕头痛，那记忆力减退，她常常忘记。早餐吃了什么啊？甚至于说要接小孩的时候，时间也忘记了，那后来到门诊做了一些检查，查不出什么原因，后来我们就把它归到一个慢性疲劳症候群，那慢性疲劳症候群这个定义就是说，他的疲倦要超过那个6个月以上，那同时有认知的障碍，造成那个生活品质的下降，同时他会有一个直立性不耐症，就是站立的时候症状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他的临床症状我们刚提过了，是持续时间超过半年，而且他这个有一个运动以后，这个症状会加重，那除了这些以外他常常有一些头痛啊、肌肉酸痛等等，有时候也会有这种腋下淋巴结这种肿大的一个情况，等等，甚至于对一些食物药物会比较敏感。都会产生。它的成因主要是因为可能跟压力有关，另外跟病毒感染，就像我们这个 EB 病毒啊，或者最近这几年来 COVID 感染以后，都常常有些劳累的症状啊，甚至于时间持续1-2年，那跟那个压力也有关系等等，或者说他的曾经开过刀啊，身体受过伤啊，等等都有因素。另外跟遗传因素也有关系，也有关系，那它的流行病学来讲是女生比较多，女生发病的率是男生的2倍。那高危型讲就是年轻到中年的女性，特别容易发作。那族群来讲高加索的族群特别容易。那或者说你长时间要值班啊、劳累这种过程这些族群比较容易罹患。那最重要，我们这个慢性疲劳症候群，它是一个排除的方式，它要跟以下的疾病来做一个鉴别诊断。第一个就是说，它有没有这个心肺疾病，就是说，淤血性心脏衰竭啊，或者是说这个COPD， 就是说慢性阻塞性肺疾患啊，或者说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心肺疾病要排除。再来就是说新陈代谢、免疫方面的疾病要排除，就是说，你有没有甲状腺亢进啊？有没有甲状腺低下啊？有没有慢性肝病啊、慢性肾病啊？要排除排除，或是甚至于这个有电解质不平衡啊，就低血钠、高血钙都要排除等等另外就是还要跟感染方面的疾病就像这个肺结核啊，或者说造成的像艾滋病啊都要排除。急性心肌膜炎等等，另外就是那个血液方面的疾病，像贫血啊，常见的一个贫血或者血液肿瘤的疾病等等都要排除。再来就是风湿性的疾病，像肌肉关节疼痛啊、疼痛症啊，或者是多发性风湿症都要排除。另外就是说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就像这个你有焦虑症啊、忧郁症啊、身心症也要排除。另外就是说你有没有药物方面的中毒啊，药物方面的滥用所引起的也是要排除这只是鉴别诊断。但它的治疗策略来讲事实上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治疗策略，主要是因为第一个要认知了认知，我们用认知行为治疗来了解，帮助病人来适应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运动 ，pacing and coping， 就是说按照病人那个活动量来调整。再来就是药物的治疗，如果这病人有酸痛、疼痛、头痛，我们就用一些药物；有身心障碍的问题，我们用一些药物。那预后来讲，这个整个预后它随着时间慢慢会改善。大家如果说有那个疲劳啊，很疲劳不知道怎么办，那欢迎到我们家医科来跟我讨论，谢谢大家。